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大家好，我是 Kerr。哎，你说你去打篮球，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你打篮球的时候也碰到许多外国人，是吧？我们小区里面来了很多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孟加拉，然后斯里兰卡的人，好像有很多外国公司现在都雇那边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大概是因为他们薪水比较便宜吧，我猜。中山耶，怎么会有人知道中山这个小城市？中山有很多工业在这里，有很多外国公司在这里，尤其是那个轻工产业嘛，他们在这儿做东西嘛，衣服什么的。这些国家的人他普遍都会讲英文，然后他们薪水比较便宜，从他们国家来的话。那你跟他们算是篮球友吗？还是也后面慢慢成为朋友了？算是朋友吧，就是像其他那些我去打篮球遇到的朋友一样，就是去的时候在球场打球的时候会聊几句，就这样的，也算是朋友吧。那你外国的朋友多不多啊？不是很多哎，特别好的大概就1-2个吧。那他们来自哪一些国家呢？有一个比利时的，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比利时的那个朋友他是我女朋友的同事的老公。我们有一次去那个他们公司的活动嘛，然后我们去吃烧烤，那个时候认识的，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些话题，然后就慢慢就熟起来，然后就聊了很多，其实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就当时见面的时候就聊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就活动结束了，我们觉得还不过瘾，后来又约出来聊，然后就慢慢就变成好朋友了。他结婚也请我去。你有没有听过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然后他们抱怨说在中国很难交到中国朋友，或者说交朋友的过程中有一些障碍？其实我碰到的外国人很多都是在这儿工作的，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有一个很封闭很小的圈子，然后他们不大愿意跟中国人交流。那为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语言的障碍吧，大部分外国人他的中文其实并不是太好，老实说我碰到的外国人很少能够用流利的中文来交流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他们得把中文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更深一步的去结交中国朋友，要么就是这些中国人他本身就是英文讲得很好，然后也熟悉外国的文化，这样他们就可以聊到一块儿去。哎，你第一次交外国朋友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交外国朋友可能是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外教课，就是外教老师，其实我们认为他们是朋友，他们也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愿意来做我们的朋友，愿意跟我们交流沟通，所以我就觉得这也算是朋友吧。然后我们学校换了好几个外教，有一个是从南斯拉夫来的，原来的南斯拉夫，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他来教我们英文，他就会比较侧重于语法，教我们一些基础的东西，就像那种苏联模式的学英文。那跟我们一样嘛，就很对我们胃口。哎，对。然后后来就有美国的，有加拿大的，然后有新西兰的。其中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加拿大的外教，然后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我们那个时候温度很低，他穿了一个冰球短裤来，我们就觉得很震惊。哇，好神奇，这就是外国人吗？这就是电视上看到外国人真的不一样哎。然后你会对他的文化产生好奇，你会自然的想去了解他，你知道吗？
我们有同学，因为我们当时很喜欢玩电脑游戏，有个游戏叫星际争霸，我们就约他说能不能够放学以后，然后我们去网吧，然后我们去联机游戏，其实就是想说通过跟他一起玩游戏，然后发展出一段友谊，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来的，我记得他名字叫 Tony， 大概50-60岁，然后他之前去过非洲，他喜欢一些户外运动，他喜欢攀岩什么的。上课的时候他不会去按照课本来教我们，然后他就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问我们对攀岩感不感兴趣，对搭帐篷感不感兴趣，他就在教室里把那个帐篷搭起来，我们都觉得这些东西很有趣。他还讲了一些圣经故事吧，当时班上没有人知道这是圣经故事，但是我读过，我就跟他说，然后他说哇，你居然知道这是圣经故事诶。然后我觉得哇，好有成就感，我被表扬了，被老师。其实我跟他有一段蛮长时间的交流，不能算是很深层次的友谊，但是有一些话题我们是能够聊的，再加上当时我的英文也不太好，我们能聊的话题都很有限，但是我还是觉得跟他们互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也碰到挺多外国人，跟很多外国人交流过嘛？你觉得在跟中国人交朋友的时候，有什么是你注意到的最明显的不同？最明显的不同，我注意到的就是我会更愿意跟外国人聊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话题。跟中国人的话，好像除了一些很小的，就是日常话题，天气呀，然后你结婚没有啊？你的工资多少呀？如果你结婚了，你有没有小孩？如果你有小孩，你有几个小孩？如果你有几个小孩，这些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上学了，是上的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还有就是他们会问你住在哪里啊？如果他知道你住在哪个小区，那个小区，那你住的房子多大呀？几户型是什么呀？他就会问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不是很愿意去讲这些属于个人隐私的话题，因为你知道这些干什么呢？你知道我住2室1厅、3室1厅，一个厕所、2个厕所，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可以判断你有没有钱。那如果你知道我有钱了，那下一步呢？你又要做什么呢？我就觉得特别不理解。多跟你交流一下你是怎么挣到这个钱的，然后也教我。如果我能挣到这个钱，我还要教你吗？如果你都能自己挣到钱了，你就不用请教我了。关于问工资，它很常见到什么状态呢？就是有的时候我跟陌生人聊天，就比如说出租车司机，我特别喜欢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有的时候就会想问一下行业的现状嘛，就是现在生意怎么样啊？就是还不等我问他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他直接就告诉我，我一天可能就是有300的流水，然后除去油钱，除去这个的，我大概就是能够挣个150啊、200啊这样子，他就已经跟我交代完了。因为他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啊，因为他们是很喜欢抱怨的一个群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工作很辛苦，然后他们的收入很低，他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嘛，对不对？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有些人其实他没有他看上去这么有钱。就比如说有很多人谈生意，对吧？他可能分期付款买了一台豪车 OK， 或者说他租了一辆豪车，然后他会营造一种他很有钱的感觉。就是这个社会从上层到中层到下层都有这样的人。你可以看那个恒大嘛，对吧？恒大老板许家印嘛，他营造出他有一副很有钱的样子，从他穿的衣服，然后他住的酒店，他吃的东西，所有的这些看上去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实际上他是负债的，对吧？但是他去找人家借钱或者找银行贷款的时候，或者跟别人谈生意的时候，他永远显示出他很有实力的样子。你只有2块钱，但你要装出你有15块钱的样子。话说回来，到出租车司机那个地方，他是一个很实在的工作，他就不需要务虚的，他不需要让别人去猜。就是我们的平均收入其实不是很高的一个国家，虽然我们的 GDP 已经世界第2了，对吧？社会是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平均到个人头上就没有多少了，所以每个人赚钱都很辛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为什么中国人很喜欢问人家有多少钱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
还处在一个就是对钱感到饥渴的状态，你知道吗？比如说你买了房，对不对？你有了小孩，你结婚了，你有很多花销，然后这些小孩还要读书，读书要花钱。如果你是独生子女的话，你还要供养你的父母，然后还有你老婆的父母。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就是在爱好方面花时间了。我们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就是这些是没有用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聊这些没用的事情。什么叫有用？就是能挣钱的东西。你已经没有时间去研究爱好了，所有的时间要么你在休息，要么你在赚钱。你休息也是为了更好的赚钱，对吧？但是从外国人来说，他的收入水平都是比中国人高很多，然后他能过了一个很体面的生活，就是工作之余他还可以去发展他的兴趣爱好，所以他才在这些方面是有所造诣，他才能聊出东西来。我们中国家庭根本没有时间，根本没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其他的人呢，也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呢。那这种年轻人做朋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聊出一些深度的话题的吧？最有时间去发展个人爱好，最有精力去发展个人爱好，大概就是你说的那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个等级，然后他们的工作比较好，然后有很多时间，有很多，然后他的经济状况也很好，可以支撑这样的爱好。还有就是学生，就像我说的，在我们学生时代，我们有大把的时间，钱也不需要考虑，是吧？也没有压力，所以我们的精力都花在爱好上面。但是普遍来说，大部分人来说，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很难找到那种能跟你聊这些的，聊一些比较深度话题的朋友。前面我们说到，就是中国人在一起不是比较喜欢互相问家庭背景，可能再深入一点，他会很直白的去问你挣了多少钱。你觉得这个话题在外国人之间他们会聊吗？不会，除非你们是想要说在一起做一个什么事业，做一个什么工作，然后有必要去知道这些信息，对吧？但是在平时说就是想通过这个询问去掌握别人的某种情报，我觉得是不会聊的。我的那些外国朋友，他们就很少去问我生活怎么样，收入怎么样，或者怎么样。他们一般打招呼就是说你最近怎么样，这可能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就是说你开不开心啊，或者说你最近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你看了一个什么电影啊，他们比较会聊这个东西。如果你跟中国的朋友聊天的话，他们很少会问你说，哎，你最近看了一个什么电影没有啊？我认识的大部分人不会再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也不想跟其他人分享或者聊你昨天晚上看了一个什么电影。前面我们讲中国朋友之间会想要探清楚你的经济状况。假设你在跟中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会防备心会强一点吗？就是可能不会那么诚实的跟他聊天。绝对不诚实，绝对不诚实，我没有一句诚实的话。比如说从篮球场上认识的朋友，我每次去他总是会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啊，结婚没有啊？然后我说我没有结婚。我说的没有其实是我不想再进行这个话题，我不想跟他聊这话题。我说打球吧。后来他在我们住同一个小区，他就看到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打球有一个微信群 OK， 他就在微信群里就说那天晚上看到那个女孩是谁呀？他又问我我还是没有回答他。我就说你在哪儿偷窥我呢？我说他说没有，我就看到你出来你们两个在一起。我说那是我妹。我感觉问婚姻状态这个真的是太常见了，就比问你工资还要常见。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经常去散步的时候，然后就碰到一个店的老板娘，然后就每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打个招呼什么的，然后在第3、4次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跟你聊天，然后就会问哎，你结婚了没有啊？你有没有小孩啊？然后我就在想我要怎么回答他，因为如果说我没有结婚的话，他肯定要张罗着给我介绍，或者问啊，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不结婚啊？到时候你女人要结婚的呀。他后面真的跟我说过这个话，以至于后来他再问我的时候，我说哦，有了，孩子都有了。啊，你说这个现象我还真经历过。09年我在成都上班的时候，就是我们公司跟另一个公司是有合作关系的，我负责就是跟进
这个合作关系，我就会跟对面公司的人打交道，他们想跟你好像私底下交朋友，他们就给我介绍女朋友，他说哎，我们认识一个女生，你感不感兴趣？我不想回答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他们有一天他们就把照片发过来了，就说嘿，你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我们给你推荐了很久了，你怎么没有反应？好热心啊。I was like what the 干嘛呀？你们在干什么呀？拜托了，不要这样。我没有见到任何外国人说嘿，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是我妹，你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啊？在网上就有很多人也有提到过这一点啊，就是中国人之间边界感很弱，哪怕是不熟的人，他也觉得他有这个权利去帮助你。我跟你说一个什么边界感很弱的事情了，就是我经常跟那些不熟的人，我第一次见面，对方就开始评论我了，就说啊，你头发怎么这么长啊？你头发是不是烫的呀？我的头发什么发型关你什么事啊？你这样问我。然后打篮球的时候我喜欢穿的比较短的短裤，他就说为什么你穿那么多很骚的短裤来？你不觉得就是对别人的外貌评论就是直接告诉别人评头论足，这个很冒犯人吗？比如说他碰到一个黑人，他就盯着人家看，就说啊，你为什么这么黑呀？如果是小学生他肯定会这样说，如果是大人他就说你们黑人是不是鸡鸡都很大？他直接就问了，我的妈呀！哇，有这样子问的人吗？我没听过，这也太冒犯了吧。B 站上有一个黑人博主，他会讲四川话，很多人问他你们黑人鸡鸡是不是很大，就没有任何掩饰的。我被人家评论最多的就是我最近皮肤又黑了，因为我之前不是去东南亚嘛，然后就学游泳嘛，晒得很黑，然后每次回老家的时候，或者是见到那种好久不见的朋友，他们一定会说哇，你黑了好多哦。就村里面的人，不是疫情的时候我没有回家嘛，然后有2-3年没有见了，就有一个大人他见到我说哇，你怎么瘦成这样子了？哇，他们就好关心哦，就觉得你是不是病了呀，还是怎么样？就是看他的表情好像我生了很大的病一样的。如果你留一个很奇怪的发型，或者说你留一个莫西干头，或者是你留一个黑人那种脏辫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好奇怪哦。但在外国的话，我不是说在全部国家都一样，比如说那些保守的国家可能有比中国还严重的，但是在一些比较国际化的，我就说在都不说欧美，就在东南亚，在泰国，在日本，你看到一个留脏辫的人，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对吧？他喜欢那样的打扮是他的个性，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对时尚的理解，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但中国就非得要说一下，就非得很奇怪，就是当他们交一个外国朋友的时候，他们首先留意到的是这些外国人跟他们身上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交朋友流于表面，就是他们首先是预设了一个环境，就是说外国人跟我有多不一样，从外表就不一样，你的思维跟我有多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能聊到一起，我们不能聊深度话题，这是我们中国的才会有的事情，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你不懂的。他就已经把外国人拒之门外了。比如说别人问你一个问题，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就会说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你不懂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去发展一个深度的友谊呢？你们怎么去交流一个有深度的话题呢？而我跟外国人可以聊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话题，有很多话题他们是不同意我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聊，可以辩论，对吧？他们也认同我说的一些话，他们也会去反思，也许他们从前的看法有哪一些地方他没有看到的。但是在你跟中国人交流的时候，一个话题就是已经定死了，已经设定好了一个答案了。我有个朋友叫白菜，然后我跟他聊一些游戏的话题，我们就聊动画，有一个动画叫高达，非常出名的大型机器人打架的一个科幻的一个动画，然后有两个国家，两个政治势力，一个是吉翁，一个是联邦。然后我就跟白菜讲，我说我挺喜欢吉翁和他们代表的那种价值的，但是从
主流的观点来说，吉翁就是反派嘛，就是坏的嘛，你就不应该去喜欢他。后来我们几个朋友又组织起来，我们又做了一次 podcast。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我上次跟他讲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认为我支持吉翁会让他感到生气。你喜欢了他不喜欢的角色，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他就说没有办法聊，他甚至觉得很生气，他会觉得跟你这个人没有办法共处，就到了那个地步。我有一次也是跟一个朋友，他不太关心国际时事吧，然后我们就聊这种比较算是大一点的国际时事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了很多事情，他原先是不知道的，然后他觉得很震惊，并且他拒绝相信，就是后面聊到我们差点都吵起来了，然后我当时就很后悔我跟他聊这个话题，就反正到现在的话，我就很少跟朋友聊这种话题，因为我知道他最终是走不下去的。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外国人最大的反应是，首先他问你为什么，你也提出你的观点，他提出他的观点，你们这个辩论首先是不会破裂的，不会变成一种仇恨的，你们都可以提出各自的观点，然后你们再进行讨论，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当你们观点相反的时候，如果你老是跟一些跟你观点一样的人对话的话，那你们不是就是在一个echo chamber 里面嘛，就是在一个回音室里面嘛，你们说话都是自说自话，但稍微有一点不同的，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你反而觉得有意思，对吧？对，我觉得你也可以成长，因为你接受到了不同的观点。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他们思想很开放。你觉得是吗？或者说他们指的是什么开放？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聊的那话题，比如说他们说话的方式比较直接，可能这就是一个开放的表现。还有就是他们不大喜欢掩饰自己的情感情绪，这就是一种开放。第二种很老旧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外国人的性开放。奇怪的是，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的还真的是就符合了这个刻板印象，他们真的就会变开放，就是变成了你中国人设想的那种外国人的样子。比如说你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些外国人喜欢炫耀他们在中国交了多少女朋友，然后他可能会发床照啊，发小视频啊，发那个什么OF 的视频啊，然后在网上兜售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就很符合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刻板印象，但这不代表所有的外国人都是这个样子。那下面我们说一下就是关于社交活动吧。就是外国朋友跟中国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一般喜欢做什么样的活动？中国男生在一起喜欢干嘛？打游戏吗？最多就是饭局，喝酒，然后吃烧烤、KTV 这些。其他就是有兴趣的活动吧，兴趣的活动这个在中国比较少，我就很羡慕一些外国，比如说他们有一些 gamer 的大型的活动啊，就是玩游戏的人，他们有一些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他们有一些运动的活动，这些都很多，但在中国真的是很少很少。我经常约别人的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我有一次我在我的舞蹈课里面认识了几个女生朋友，然后我就说，哎，我们去约爬山好不好？然后他说，哎，爬山我不感兴趣。然后我就约他们，我说，哎，我们早上早起来去散个步行不行？哇，没有人跟我散步，他说谁要跟你散步？我唯一碰到了一个很年轻的，就是比我小大概快10岁的一个女孩子。就是我们见面了3次之后，我就发现她很喜欢读书，读文学。然后就这个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每一次我们见面就是聊文学，聊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我就觉得这种交友模式是能够让我觉得很过瘾的。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业余爱好可能也越来越多样化。户外活动是真的很少。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就经常抱怨说，我连打球的球场我都找不到，你知道吗？要找一个球场多难。当我到广东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边好多的球场。我觉得吧，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对那个运动啊，会对户外啊那种喜爱，其实我认为那种情绪是差不多的，只是有一个什么东西阻止了中国人去进行这样的爱好呢？首先是我们的时间真的好少啊，第二就是我们真的工作太忙，然后我们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很难去维持一个那样的活动。我忽然想到一个点啊，就是有一些我听过一个外国人说，
在中国有些人想跟他们做朋友，但他们是很有目的性的，就是想要跟他们练英文。你觉得是吗？不敢说所有吧，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跟外国人交朋友的目的就是为了练习英文。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是个问题啊，就是他觉得这个友谊是不纯的。友谊我们虽然说的好像精神上很高尚，但实际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有一个朋友可以跟他聊电影，可以跟他聊文学，跟他的交流中你获得了东西，获得精神上的快感，其实是有来有往的。你不可能只有一方输出，你没有输入，对吧？你这样的朋友就会关系是不健康的，让你觉得很疲劳。所以有一定的你来我往，我觉得是正常的，有一些。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学英语，然后你就不把别人当人看，只把别人当成一个一个学习工具，一个复读机，一个多邻格一样的东西，确实很糟糕。我那个朋友 Russell 嘛，他一直找我帮他在淘宝上买东西，你知道他拿护照是没有办法申请淘宝号的嘛。到年底的时候他又请我去唱 K，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唱 K。他认为你要去感谢别人，因为他在中国学到的经验就是所有的人情都在 KTV 里面还的。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别浪费钱了，其实去 KTV 我也不是很喜欢去 KTV， 你直接给我现金好不好？中国人肯定会说一句谈钱伤感情。我觉得中国人处事方式是这样子的，就是假设我今天帮了你一个忙，你不会说直接给钱来给我，而是你会记下这个人情，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你可能我找你帮忙的时候，你也会来帮我，或者说你会以请吃饭这个方式来表达你的感谢。我就特别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个账算得很不清楚，很模糊。如果你少算了一个的话，就特别别人会记在心里面，知道吗？对你来讲，你只是一个疏忽。比如说我经常去篮球场吧，有朋友就会给我买水，我实在不想接受这个。你喝了吗？你下次就要请回他们。如果你不请到某一些人的话，那个人又不开心了。最好就是 AA， 你们可以找一个人去帮大家买饮料，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付钱，这是最好的方式。但不是，他们经常就是一个人就请所有人。还有就是中国的朋友吧，如果你跟他非常好的话，是可以互相借钱的。我觉得在外国应该不是很常见吧。我的印象是，我觉得跟外国人就不太会去涉及到金钱方面，就是哪怕是涉及到金钱，他一定会算得很清楚，你一定要会写借条呀，或者是有一个书面的证据，我向你借了多少钱。但是中国人会，你如果是作为借的那一方，你提出来写借条，那个借你钱的人会有一点心里不舒服，觉得你不相信我，难道你以为我会不还你的钱吗？我就是一个借钱的受害者，就是我原来借钱给一个同学，他找我借钱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就借出去了。我给他4-5千块钱，分很多次了。他说什么时候就还给我，当然说的很模糊了，这没有一次还给我的。很多年以后吧，有一次我回老家，然后他又联系上我了，然后第一件事又是找我借钱，说他现在陷入了什么困境里面要找我借钱。我认为他不觉得我们的友谊值多少钱，他真的就是在完全的利用我，他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他说借钱我就肯定会借给他。我看明白了是什么回事了，我就说好，只要1000块吗？够吗？这样够吗？我说要不多给你打点。他说好啊，如果你有多钱当然很好咯。他就说那我去银行等你当时还要那个去银行转钱呢。我说好，你先去吧，然后我马上打给你。他后来给我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短信，我都不回他了。这个朋友我就没有了。算是报复他了是吧？我这个报复相当的轻微，都不算是什么报复，我就觉得我已经看穿你了，朋友兄弟，我看穿你了，别这样了。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吗？但是很多是做不到的，就是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其实在金钱方面是非常模糊的。当发生了一些矛盾的时候，算不清楚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更大的矛盾，然后导致他们的关系破裂。我曾经也有过就是借钱给亲戚，
我借钱给他的时候，他当然很感谢我，但是他过了很多年他都没有还这个钱，然后到后面他就开始你要找他还钱的时候，他就开始憎恨你了。所以我觉得亲兄弟明算账这个老一辈留下来的古话，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就是外国人做的很自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从一个很幼稚的阶段学会了如何跟人打交道。我觉得跟中国人打交道城府真的很多，没有那么多单纯的友谊的，这是我的经验。我以前是一个很注重感情情感的人，我认为你这个人是朋友的话，我就会为你，虽然我没有什么资源，虽然我很穷，但是我还是尽我全能去帮你。我认为这是友谊的体现。但是我真的很幼稚了，那社会上很多人不是这么想的，他并不认为你们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友谊，那么他就会利用我这个属性去为他的利益着想，去设计你。我觉得这在外国的社会都很难出现的，大家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纯友谊的状态，大概只有政治家才会这样去骗人，对吧？不是的，在中国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政治家。我们有一句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就是指朋友之间是可以互相帮忙的。然后我们通常帮忙是不太会去收钱的，对吧？但是西方人吧，就都不说所有的外国人嘛，可能他们会觉得工作是工作，友情是友情，就是该收的钱还得收。就假设你是个设计师，然后我找你帮我设计个东西，作为中国朋友你会说没事，包在我身上，哎呀不要谈钱，不需要钱然后你可能就做了。但我如果真的不给你钱，也没有任何表示的话，你心里肯定不舒服，对吧？所以我得请你吃顿饭这种事我碰到很多。我觉得这样拜托最不好的一个点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件事情是跟工作有关的，然后你想通过一段友谊就来换取他为你服务或者帮你做一件事情。就像你刚才说的吧，你要做一个美术设计，然后你请这个设计师吃一顿饭，但他这个设计可能就比你这顿饭贵很多。我女朋友他们公司 OK， 他们老板是日语教师，他是一个教育机构，然后他有一些日本朋友，他们就来中国玩的时候，这个老板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从日本的文化来说，他们也是以不打扰朋友为主的 OK， 我不能让你帮我做什么事情，可是他就要拜托别人帮他做一个 logo。 你知道做 logo 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别人其实就很委婉的拒绝了，但是这个老板他是没有眼力价的，他心里的内心独白是我都请你吃饭了，你为什么还不帮我做？难道我的友谊不值钱吗？他做事的方式这个老板其实很有代表性，跟很多中国的老板都一样，他们很喜欢说我找熟人去做一个什么东西，我找朋友帮我做，然后多少钱，这个朋友少收钱，给我友谊价。实际上这个事情99%的情况都不会做好，他做不好你还不好说。对，但是他没有这个意识，他觉得自己特别聪明，他省钱了，他觉得自己省钱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小老板的思维。他不但没有省到钱，这个事情最后还要搞砸，然后你还要再花钱去雇一群真正的专业人士再做一遍，就是你浪费时间浪费钱。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有注意到的，中国人有一个思想，就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就导致中国人很难跟比自己年龄相差很大的人做朋友。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就是外国人涉猎很广，他们的爱好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然后他们不会盲目去拒绝一些东西。比如说中国人就说我到了一定年龄我就不去接触这个东西了，比如说我年龄大了我就不打游戏了，广场舞了对，我就该跳广场舞了，你就该进入那个老人圈子了。他们不是，他们有一些兴趣爱好是一辈子的。我觉得我们对年纪是很敏感的，你没有发现就是两个陌生人见面很喜欢问的就是年纪，你是9几后的，你是90后的吗？你是80后的吗？你是60后的吗？你是80后的，我是90后的，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哥。你如果是70后或者60后，我爸这个年纪的，我得叫你一声大叔。就这个称呼已经把我们的距离拉开了，没有办法再去以平等的地位来沟通了。就当你们俩的那个地位是相差这么大的，你怎么沟通啊？你怎么去聊？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现在一些比我小的人要叫我叔叔，而且叫我叔叔的人还不少。我跟90后的人
跟一些2K 后的人打球的话，他们就跟我说不要丢90后的脸，他们认为我也是90后，我跟他们是一个集团的，我要维护捍卫90后的那个尊严，要分得这么清楚吗大哥？然后你叫我叔叔是什么意思？人为的一下那种距离感就来了，你知道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外国人，他对中国人，就是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人，他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了，就是他认为你就是某一种有集体思维的人，然后他没有办法跟你聊。其实这个门是关上的，他不愿意跟你交流。那你最想要跟哪个国家的人做朋友？有跟各个国家不同的人聊过吧，我觉得东南亚的朋友我觉得很不错，我觉得他们的思维很国际化，然后他们也很开放的心态聊，他们也会讽刺，也会一些幽默，非常自我讽刺什么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互相之间这种幽默都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很享受跟他们聊天的过程。我很少跟美国人聊天嘛，我觉得美国人好像没有什么耐心去听你讲话，而且他们对中国人都是有种先入为主的那种感觉吧。我有碰到过美国人，他还比较有耐心的，他会听你聊什么，然后你说的一些话他觉得很有意思啊。可能我碰到的都是那个样子吧，我不知道。但确实也碰到过像你说的那种，就是他先天的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为他会觉得你的英文不够好，或者是你的表达不够好，他就不想跟你聊天，这种的也碰到过。对，他觉得你对这个事情的观点没有达到某种高度，他就不想浪费时间跟你聊，他就觉得你们不就是那样的思维吗？你们都是那样想的，所以他已经闭上那个门，他不跟你聊。今天的播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吧。坐在视频面前的你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那在你们国家交友方面跟中国人在交友方面有没有什么很不同的地方？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就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拜拜。